大家好，这次的话给大家讲一个场景分析吧啊，比如说有一个客户啊，他说他注册了美国公司，也有美国的银行公户了啊，然后呢，他想注册一个美国的企业 PayPal，那么在注册环节的话，其实你应该考虑到 IP 问题跟地理位置的问题啊，如果后期的话，你养号，你后期是可以移动了，这没问题啊，但前期他要判断你是否有资格注册这个企业 PayPal。所以说呢，它会审核要求上比较严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永久只能用美国的 IP、美国的地理位置，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人是可以移动的嘛。那么我今天想讲一个就是免费的啊。那么首先一点的话，就是我上次也说过这个谷歌云免费体验啊，免费体验的话，它是免费试用90天啊，$300啊。其实我这个在我身边的朋友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了啊，他们也都用了。但是呢，谷歌云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的流量用的非常大啊，比如说你拿来去上传 YouTube 视频啊，或者说下载视频，那对不起啊，你这个$300啊，很快就烧完了啊，它是流量会计费的。OK， 那我这次介绍什么产品呢？啊，其实也是$300体验，但是多少天的话，他没有告知啊。其实呢，我自己也不想说自己用个账号去啊这样子作弊去获得$300啊，因为本身我是已经是他们老客户了。那首先的话，就打开这个导航网站啊，Mr.41的导航网站，然后这边有一个免费$300体验服务器啊，我这边写了多账户是不允许的啊。添加 PayPal 或者说信用卡付款任意一种可支付的方式，它就验证成功了。验证成功之后，你就可以获得$300体验券啊。这个钱你是没法体现的，但是只能花啊。那么通过这个链接进来之后呢，它是这样子的啊，是个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微兔啊。然后你这边输入你的账号、邮箱地址啊，说邮箱地址，然后密码，创建账户就可以了。那么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啊，有些时候它这边可能会有验证，比如说这个 Cloudflare 的验证啊，然后你点这个确认真人。OK， 到达这个环节啊，其实这个环节是我的一个主页啊，那么我这边有2台啊，这个不管它。然后呢，我今天教你自己，如果说你想创建一个美国的企业 PayPal 或者说类似的这样场景需求，那么我建议你的就是不要用这种 IP 代理啊去访问，为什么呢？第一个 IP 代理的问题，这个 IP 不是你归属你一个人使用的，很有可能被关联啊，关联性。第二点的话，即使你用了这个代理 IP， 其实它也能检测出来，为什么呢？它的 JS 啊 JavaScript 的话，其实是可以检测到你的电脑的语言版本、操作系统以及时区，还有浏览器的这个语言啊，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它可以从多维度角度去识别一个人，所以说很有可能你注册账户的时候就被封控了。那么我建议就采用一台远程的在美国的电脑，远程的美国系统。OK， 然后我们点右上角这个部署，然后部署这边呢，我点第一个就行了啊，部署新的服务器。好，到达这个页面的话，其实它是分1、2、3、4、5、6步骤，其实非常清晰啊，瀑布流的形式。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这个的话是独立的 CPU 啊。那如果说你对这个配置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用独立的 CPU。如果说配置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这个共享的啊，这个便宜一点。那个这个后面2个的话，其实呢，用处不适合太多大多数人啊，因为什么这个呢？显卡相关的东西啊，所以说呢这2个用的比较多，这个比较便宜一点啊。那往下翻的话，这边可以选择这个地点，你看这个地点的话足够多了啊，连特拉维夫都有啊，所以说足够你使用了。比如说你公司吧，注册在圣地亚哥或者说这个加州吧，啊都可以啊。比如说洛杉矶跟因为它是在美国西海岸，它的光缆跟中国的话连接是比较好的啊，你可以用这个 IP 没问题啊。然后再往下翻，这个地方是选择系统的页面啊，那系统的话。大家都知道 Windows 系统是要收费的啊，这个 Linux 系统是免费的啊。那其实的话，这边你可以选择这个 Windows 系统啊，然后这边可以选择，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它是要有授权费的，每个月是$14。当然的话，你的配置越高的话，它的价格也会涨价的啊。这个的话你自己注意一下。那比如说我这边选择2022系统，然后点这个 OK， 然后这边的话选择这个磁盘 NVMe 的是一个固态硬盘啊。那么还有一种叫 SSD 啊，然后这边选择$26都可以选择啊。那这个流量的话是3TB 的啊，流量的话说实话你用完的话其实也不贵啊，它比谷歌云要便宜太多了。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配置嘛，那一般来说配置的话就是我看配置啊，就是看这个内存就行了，因为内存大了之后它适度的啊，它会增加这个配置啊。那比如说我一般来说选择这个4GB 的啊，那$52。那有些时候呢，$52的话，其实啊，你注册一个养号也足够用了。好，你再往下翻啊，
IPv6 的话，这个是免费的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自动备份，我觉得就不需要了啊，没有什么需要自动备份的东西的，本身你不是拿来做网站的嘛啊。然后 OK 到这个地方，你可以输入个标签，比如说你这台服务器是拿来做企业 PayPal 的啊，那你就这边输入啊，企业 PayPal 支持中文的啊。好，比如说我这边打字打进去之后啊，企业 PayPal 这个标签你可以设置好，然后点这个创建就可以了。然后注意一点啊，这个的话，服务器说实话，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按小时计费。如果说你不用的话啊，你可以删除掉啊，但是关机的话，它还是在计费当中呢。好，回到这个主页啊，它自动会添加到这个主页。首先的话，这个第一个啊，添加这个服务器成功了，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出来了IP 还没有获取啊，这个是 AMD 的高性能的这个服务器啊，4GB 内存的，然后这个 IP 已经出来了。然后这边已经显示running 了啊，所以说的非常快啊。然后点进来之后呢，可能这个还在安装啊，你可以点这个 VNC 这个可以浏览一下，看一下它这个到什么进程了啊，现在还在部署啊。如果说它已经部署成功了，其实这个 VNC 啊，相当于就是一台远程的显示器，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变化啊。OK， 那服务器还在安装啊，大约需要5到10分钟左右啊。然后呢，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地理位置就不用说了啊，洛杉矶，美国这边 IP 地址，然后这个 IPv6 的地址啊，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很多人也用不到啊。那么下面的话啊，这个是用户名啊，管理员的这个名称啊。然后第一个 A 啊，大小写，说实话，在 Windows 系统里面其实应该是不敏感的，就是说什么叫不敏感呢？就是小写大写都可以啊。那个下面这个是密码，密码的话点这个可以看到啊，然后这个点可以复制啊，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让你下载一个 RDP 的连接程序啊，这个程序的话你可以下载，但是的话 Windows 系统本身就自带的啊，那这边也可以下载啊，这个下载的话比较好用啊，这样的话比较方便。好了，我用这个它下载自带的东西啊，然后点这个连接啊，它应该是直接连到这个上面去了，因为它这个包含了一些证书的。好，我这边还没连成功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VNC 是不是好了。它因为我刚才这个速度比较快啊，你看这个它还在安装系统啊，所以说呢这个还没有还不能连接啊。你只有等到它那个就是显示一个登录窗口的时候啊才可以啊。那这个的话，其实我可以点 yes 也可以不点啊，没关系的啊，现在它自动会完成的。好，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啊，你看这个页面是不是像我们平常用的 Windows 系统的这个桌面啊？你看点这个可以发送这个快捷键啊，这个被我关掉了，我再连接一下。OK， 这个断开了点啊，我点错了啊，应该点那个组合键啊，点这个 A 键盘，然后你看这个吧。这个不用管，这个组合键啊，反正不用管。其实它这个是 Ctrl 键、Alt 键加这个Delete 键啊。然后这边你可以输入密码，但是输入密码的话，你就输入这个密码，那是不是很麻烦嘛？不能复制过去，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是用那个刚才那个 RDP 啊。好 ，RDP 直接一点就连上了啊。然后这边让我输入密码了，然后我这边直接复制好了。好，然后我点复制粘贴啊，然后记住一下啊，这样的话下次不用那个输入密码了。然后这个它不用你点这个不要询问了啊，烦死了啊。OK， 然后这边的话已经完成了啊，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然后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啊，它在加载，然后你点这个全屏啊，全屏的话你上面可以把它恢复到这个小窗口啊，然后也可以全屏啊。那么进入的话最好全屏，然后点这边啊。点这边之后呢，这个是一个服务器的配置啊，那这个的话你不用管它，其实说实话你这个不用管它啊，然后呢你就点这个啊，那首先的话很多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产生什么问题呢？因为默认的一个 Windows 系统啊，它其实是会有很多这种安全属性啊，比如说安全等级你都下载不了东西啊，我随便下载个像那个 Chrome 的这个浏览器啊，看看能不能下载啊，现在可能可以了，然后已经下载成功了啊，你看点这个啊。然后我这边安装了啊，这个里面的网速是非常快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时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全部英文操作系统啊，所以说呢，这个你避免了一些这种在注册环节上的一些风控以及它的收进的信息啊。其实注册环节啊，它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它很有可能收进的信息啊。你看啊，这个已经出来了啊。那如果说我再点这个 PayPal 的话啊，这个肯定是它到美国 PayPal 的啊，默认的啊 ，UI 里面有啊。默认的啊，我都没有去改啊，是吧？而且这个就这样，而且这网速也非常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网速啊，给大家看一下，超乎你的想象啊。我点这个 Go 啊，
而且这个东西呢，比谷歌云啊确实要好用很多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流量是没有那么贵，谷歌云真的很贵很贵。其实谷歌云的网络连接速度也是非常好的，只是说真的太贵了，用不起啊。真的有些时候你大流量真用不起，特别是你还要做一些什么需求，比如说挂机软件啊这个啊。那反正你添加一个信用卡付款方式或者 PayPal 啊，我觉得还是用信用卡就得了。信用卡里面账单地址呢，就是尽量以在银行预留的账单地址为准啊，然后可以用中国 IP 打开啊，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如果说为了安全的话，你可以添加 2FO， 就是2步验证啊。我这个也是用2步验证的。你看这个网速快不快啊？足够快了吧啊？1000多兆啊。好吧，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视频讲到这里吧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其实呢，你还可以注册别的啊收款方式，也可以利用这个电脑方式啊。因为现在啊，很多时候浏览器它会问你，不允许我获得你的地理位置啊，有些时候是会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你万一啊用代理 IP 形式啊点了一下，它可能获得你的在中国了啊，所以说他认为你没有资格注册。那后期的话，你先养号啊，后期的话你就问题不大了，因为长时间使用2-3个月使用下来的话，其实这个设备你先迁移过来啊，就没问题。